你怎么总是遇到相似的挫折？怎么总有改不掉的弱点？为什么总是被同样的事或者人激起你强烈的情绪？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就是一场剧本杀，而你可能一直在忽视最重要的线索，真正的隐藏玩家，你的阴影。有没有想过，真正的自我或许就藏在那些你极力否认、压抑、忽视、回避甚至抗拒的地方？那些让你不安的部分，可能正是你人生最重要的线索。这是一次惊险的自我探索之旅，你将揭开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找到那些阻碍你前行或暗中指引的关键道具，而最终的结局将由你亲自书写。今天的内容来自于著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阴影理论，它不仅是心理学的经典概念，更是一把打开内心秘密的钥匙。准备好直面真相了吗？现在我们就来揭晓属于你的角色和命运。卡尔·荣格认为，阴影是我们内心被拒绝或者否认的部分，它包含我们性格中那些被视为不可接受或者可耻的特质和欲望。然而矛盾的是，这个可耻的阴影中同时孕育着我们自己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充实、最幸福的生活蓝图。想想那些你刻意逃避的情绪，比如愤怒、失败的恐惧、嫉妒，甚至某种被认为不切实际的渴望。这些都是剧本杀里埋下的线索。再举个关于阴影的例子，你是否曾经因为别人的某些特质而感到愤怒或者不满？荣格曾经写道，凡是让我们在他人身上感到愤怒的东西，都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阴影不仅仅是无尽的黑暗，更是无尽的潜力。能面对和认识阴影，就等于实现了完整的自我。首先，我们需要知道，阴影不是敌人，而是引路人。阴影通过你的梦境、你的恐惧，甚至你的人际关系向你传递信息。那些让你反复感到不安的场景，可能正是阴影在试图和你对话。我们可以分成3步来开始和自己阴影对话的旅程。首先，去觉察，关注让你情绪失控或反应过度的瞬间，这通常是阴影显现的线索。再去接纳，这并不是鼓励你去放纵每个冲动和欲望，而是以不评判的态度去承认这些部分，理解它们存在的意义。最后一步是对话，想象和你的阴影聊一聊，问问他，你在试图告诉我什么？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把你内心的阴影藏起来，就像试图用力在水下按住一个沙滩排球。你用的力气越大，它冲出水面的力度就越猛烈。与其抗拒，不如让它浮出水面，看看它究竟隐藏了什么信息。当你直面内心的阴影，不再害怕它时，你将发现人生真正的自由和力量。 You're stronger. 荣格提出，投射是我们否认自身某些特质时的心理现象，这些特质会以他人的形式出现，并且会引发我们强烈的情绪反应。就比如说，如果你对自己的不足感到不安，你可能会批评那些看起来非常自信的人。如果你对别人不耐烦的情绪反应强烈，可能你自己就在和不耐烦的情绪做斗争。投射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我们尚未接纳的一部分自我。正如荣格所说，了解自己的黑暗是处理他人黑暗的最佳方法。所以下一次，当你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时，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正在把哪些未接纳的特质投射到别人的身上？每一次投射都是一次直面自己的机会。当你能够认出这些阴影部分，你会发现，这些你曾经抗拒的特质正是你潜力的源泉。因为通常压抑的部分正与我们的天赋和热情紧密相连。比如一个害怕失败的人，可能压抑了自己的创造力。当他接纳自己的阴影，学会与之共存的时候，创造力就会成为他人生的使命。荣格说过，人一生的特权是成为真正的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整合内心的阴影，去接受完整的自我。那么如何开始整合自己的阴影呢？知道游戏规则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试着进行自我整合。整合阴影的第一步练习是彻底的自我诚实。这种诚实不是批判，而是无滤镜的审视自己。
向自己承认真实的情感而不去批判，对自己进行情感的陈述。就比如说，当你嫉妒别人的时候，就简单的告诉自己，是的，我感到嫉妒，我有的时候是会不公正地评判他人。诚实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感到羞愧，也不是为了犯了错还理直气壮，而是为了意识到真实的自我。就像整理一个凌乱的房间，你首先要看到、意识到和承认混乱的存在，才能开始清理并且重新布置。荣格自己保留了大量的日记，用来探索自己的潜意识。我们也可以学习荣格，记录自己的情绪触发点。如果某个人的自信让你感到烦躁，记录下来具体的情节，并且反思一下，会不会因为你内心有一部分感到不安？会不会是别人的自信提醒了你，是你自己压抑了想站在聚光灯下的渴望？当你感到强烈的情绪反应时，记录下来，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个情景揭示了我哪些隐藏的部分？我是不是将自己的某些特质投射到了这个人或者事件上？这种自我的探寻可能让人感到不适，但请再次记住，目标不是责备，而是理解。每一个触发点都是通向更深层次自我觉察的大门。荣格还鼓励记录梦境，因为梦是通向潜意识的直接渠道。留意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或者符号，并问自己，我的潜意识试图传达什么信息？我知道有的人觉得自己不做梦，或者根本记不住梦境，这部分朋友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节目《解码大脑：梦境的奥秘》，希望对你记起梦境起到帮助。你可以向自己提问，我最害怕的自己是什么？我被告知过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我放弃了哪些梦想和热情？写下这些问题并且反思，给你的阴影一个表达的机会，你可能会对自己有一个全新的发现。荣格建议将阴影视为一个独立的存在，与它展开对话。想象一下自己正在和阴影面对面，去问问他，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你试图在保护我什么？你需要什么才能感到被承认？不管是在日记中记录这些问题和答案，或者在想象中和阴影交谈，目的是为阴影创造一个被倾听的空间。记住，阴影不是敌人，它是你的一部分，在用一种不完美的方式试图保护或者引导你。对阴影的观察和对话通常会带来令人惊讶的发现，比如你可能会发现一直以来的恐惧源自于某段童年的经历，或者发现自己压抑的特质实际上正是等待释放的力量。阴影不仅仅是负面特质的容器，也是未开发潜能的源泉。我们可以把用来压抑阴影的能量转化为创造性的追求，比如压抑的愤怒可能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隐藏的渴望可能会成为艺术表演或者公开演讲的燃料。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an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和某些人总是反复冲突，或者陷入类似的关系模式？其实这往往是你的阴影在作祟。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开始冷静地看待这些关系中的矛盾，你会少一些责怪和怨恨，而去更多地问自己，这个情景到底揭示了我的哪些真实的面貌？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还会更容易理解别人。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的挣扎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部分。这种觉察还能提升我们的同理心。荣格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的成长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他说，个体的改变会对整个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当你直面阴影，与真实的自己对齐了颗粒度，不仅仅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还会鼓舞周围的人，甚至带来更广泛的积极的影响。这就是阴影工作的真正的力量。它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的提升，更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加有意识、更具连接感和同理心的世界。这是一种真正做自己的无与伦比的力量。那么问题来了，如何让那些黑暗变得清晰可见？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选择脆弱。当你坦然承认自己的恐惧、不安和缺点时，那些曾经控制你的东西就会失去作用。脆弱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敢于说这就是我，而且我已经足够好的勇气。在关系中，真实尤为重要。
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次在别人面前戴上面具，只展示安全的一面？虽然这很常见，但也无形中阻碍了真正的连接。当你接纳自己的阴影，也就等于允许自己完整的呈现出来。这样不仅能吸引别人，更能建立信任，发展深度的关系。这种真实不仅会改变个人关系，还会影响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当你不再和自己的内心对抗，而是达成和解时，那种内在的平静会向外辐射。它会影响你如何面对挑战，把握机会，甚至如何追求人生目标。这个时候，你不再是一个被分裂的矛盾的个体，而是一个完整和谐的人。很多人觉得人生的意义是外在的东西，但荣格告诉我们，意义源于内心，源于你和真实自我的对齐。你的意义不仅仅是你做了什么，更是你是谁。那些力量、热情，甚至你的挫折，都会塑造你如何为世界贡献价值。一个曾经自卑的人，可能会找到帮助别人发现自身价值的使命；一个经历过愤怒和挫折的人，或许能将这种能量转化为推动公平正义的动力。你的伤痛不是障碍，而是智慧的来源。就像一位画家，只有使用明暗交织的全光谱色彩，才能创造出深度和对比兼具的杰作。最后，我想向你发出一个邀请，去探望探望自己的内心深处，不仅关注那些让你骄傲的部分，也要关注那些你隐藏起来的部分。问问自己，我的阴影在试图教会我什么？我如何利用这些教训活得更真实？今天我可以迈出怎样的第一步，开启整合阴影的旅程？整合阴影需要时间和耐心，但它带来的回报是巨大的，更清晰的目标，更深的平静，以及更真实的自己。要记住，这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一生的探索。但每迈出一步，你都会更接近那个你注定要成为的人，一个充满深度、目标和完整性的人。整合阴影的意义在于接受自己，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将缺点转化为力量。感谢你和我一起踏上这段旅程，希望你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可以找到勇气、智慧和内心的平静。毕竟从整个宇宙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好坏，也不存在对错。宇宙万物是各种能量的载体，与其去纠结和羞愧于自身的缺点，还不如去选择认识和接受，把用在缺点上的能量转移到优点上。非常欢迎大家在我这里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你的洞见可能就是其他人开始这段旅程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